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您静悄悄地给我一个 like。养老问题一直让人备受关注，所有人都会从心底里问一句：我到了老年要如何养老？养老其实可以让子女养老，也可以再婚，还可以去养老院，也可以请保姆，方式多种多样。通常哪种更靠谱，更是众说纷纭的。如今是越来越多老人们说，靠儿女是靠不住的，我们得另寻养老方法才行。如今很多养老法推陈出新，我们追求一个性价比，就可以知道哪种养老法最靠谱。赵大爷说，我不再婚，不请保姆，不去养老院，也不用麻烦子女，却可以幸福养老，信不信由你。赵大爷今年74岁，养老方法多种多样，子女养老是第一种。我以前觉得老人到了老年很自然会跟儿女生活在一起，要不然为什么会有养儿防老这样的俗语？我觉得这4个字还是有它的正确内涵的。可是去到儿子家养老一段时间以后，我却发觉儿女养老根本不靠谱。儿女养老其实缺点很多，儿女首先压力巨大，如今的社会真的贫富差距非常大，富裕的人有几千亿身家，10辈子都花不完，贫穷的就连衣食住行都成为问题。这真是一个残酷的事实，所谓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儿女就连自己都生活得不好，更何况父母呢？有多少子女对父母的养老生活非常敷衍，甚至不管不顾的，恐怕数都数不清吧。那些无法自理的父母，如果儿女不孝顺，是最悲哀的事情。我的儿女虽然不至于非常不孝顺，但是也不是非常孝顺，他们只在意自己的生活。我在儿女家养老是失败的，给子女养老，首先是增加了儿女的负担和添麻烦。50年前，我经过别人介绍认识了老伴，结婚后我们十分幸福，感情非常好，很少闹矛盾。虽然有过床头吵床尾和，但是总算和谐，比多数夫妻都要好。我们育有1子1女，2个孩子不仅聪明，而且挺懂事的。我们2个人不仅在工作上尽心尽力，而且在抚养孩子教育上也是呕心沥血。事实上，我知道孩子需要独立自主，不必管得太多，但是我们就怕儿女长大了会埋怨我们没有让他们前途似锦，所以我们尽量让儿女读好书。我们监督儿女，教育儿女很辛苦。第2个原因就是给我们养老，所以我们对子女的教育也是乐在其中。后面2个孩子长大成人了，大学毕业出来社会，有了稳定的工作和事业，并且有了爱情和家庭，我和老伴也活得非常开心，替儿女感到幸福。不过与此同时，我跟妻子也渐渐老了，头发越来越白，身体的机能也逐渐下降。我能感到我的身体和精神带来的疲倦。退休后，我和老伴一直在老房子里面生活，生活也算舒心和踏实，晚年过得衣食无忧，反正物质生活不用愁，经常逛公园旅游，唱歌跳舞打麻将下象棋，生活有滋有味。我们家的附近有超市和菜市场，所以买菜非常容易，而且附近有诊所和药店，人民医院也在5-6公里左右，不是很远，可以说应有尽有。我们的生活是其乐融融，不跟子女生活在一起，感觉很开心。儿女有他们的夫妻生活，我们不便打扰，还是各自过各自的2人世界比较好。我们家附近的生活配套设施真的非常齐全，我有妻子在，也能够缓解孤独，我感觉特别好。我和老伴2个人一起做家务，一起研究美食，一起去旅游。经常我是开着车载着妻子去旅游的，主要是省内旅游，省外也有去过不少地方，真的很美好。
我们的小日子过得幸福安逸，内心非常满足。我原本想着，我和老伴能够快乐地度过晚年，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。然而无法自理的时候，雇请保姆或者一起入住养老院都是非常好的。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好景不长，也是天有不测风云。6年前的一个夜晚，60岁的老伴因为体弱多病而离开我了。妻子的死让我想到了一个词：人生苦短。是的，人生真的很短暂，我们应该活在当下，这是很正确的一种思想。如果总是计划得很好，但是后面却出现了意外，就会很痛苦。命运的无常让我感慨万千，妻子的死也让我想到了我的养老。我的身体还很健康，这后面的岁月该如何度过呢？妻子去世后，我一个人在家中孤独的生活，子女看见我精神日渐憔悴，纷纷说给我养老，不忍看着我如此孤独的活着。我肯定第一个是想跟儿子一起生活，于是我搬了过去。但是跟我预想的一样，我跟儿子生活久了也会闹矛盾，尤其是儿媳妇跟儿子结婚3-5年以来，矛盾持续不断。我夹在中间，感觉不仅尴尬，也不懂如何化解。我不得已离开了儿子家，女儿叫我过去，我就更加不愿去了。首先女儿千里迢迢，我觉得路途太远，如果跟女儿一起住，我的老家怎么办？其次是女儿本身就是一个其貌不扬的女人，她跟女婿可能也会不和，就像儿子和儿媳妇一样。第三，就是自古以来就是儿子给父母养老，女婿有自己的父母，女儿可能并不适合养老。我的年龄越来越大，如果今后一个人生活，恐怕困难会更多。我经常走路的时候会头晕，也经常突然站起来的时候会发眼黑，再加上年轻的时候抽过烟喝过酒，我怕老年的时候身体会越来越差。我想到了去养老院，我觉得养老院或许是我最后的选择，于是我便收拾行李准备过去养老院了。在我过去养老院之前，我的有个朋友告诉我，最好不要去养老院，因为养老院太压抑，没有自由，很多老人住了1年就跑回老家了。我当时还不相信，以为夸大其词，但是后面我相信了，因为我也是住了1年就跑回老家。住养老院最大的缺陷真的是太压抑，行动不太自由。养老院就像一座监狱，出行很不自由，更不要说旅游了。身体的囚禁往往导致精神上的囚禁。我不是那种很安分的人，我总觉得余生可以过得更快活。我最后一个选择是住家保姆，我觉得请一个住家保姆来陪伴自己度过晚年，也许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情。越年轻美貌越是好。我去了一趟家政公司，打算雇请一个住家保姆，结果一打听才知道，保姆都要4-5千，住家保姆少说也要6-7千，更有甚者甚至是1万块钱的都有。最重要的问题是，这个保姆到底会不会手脚不干净，会不会偷东西，会不会跟我斗嘴，可不可以贴心的照顾我，等等都是问题。保姆是比较低贱的职业，我根本无法保证在有保姆的情况下，我能否快乐养老。思虑再三，我觉得保姆工资太高，不便尝试，于是放弃了。我跟老伴是恩爱夫妻，再加上我这个年龄不适合再找伴侣，于是也放弃了找伴侣养老。我似乎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愉快的养老了。我一直想着如何才能尽快的找到一个好的养老法。时间不等人，余生要想不留遗憾，无怨无悔，我得自己想办法去找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入住了酒店，那次是儿子载我去游玩，是去省外，他问我去不去，我说去。留3个月，几乎天天住酒店。我觉得有些酒店非常奇特，可以养老的那里不只有狱卒，有阅览室，有餐饮，有酒吧，有花园，
有美景，附近甚至还有医院，应有尽有。我最后采用的方法是酒店养老法，这种养老法让我真正实现了安享晚年。这里的生活配套设施真的非常齐全，每个月的生活费是5000块，如果按照1日计算则更贵，一天至少200元，可是按照1个月计算可以减免至少1000元。我的吃喝拉撒睡全部都是在酒店里面解决的，房间很大，面朝东方，有一片江河，楼下是花园，可以晒太阳，堪比世外桃源，还有免费的大屏幕电视剧播放，都是最热的家庭生活电视剧，很多老人看得津津有味，甚至不时欢呼的都有。我一般是坐在角落里面很安静，我每个月的退休金就有5000元，不多也不少，刚刚好够我用。我的老房子有一在小县城，地处交通要道，所以可以出租，每个月收到租金都有2000元钱，这样计算下来，我每个月只需要花3000元退休金，就可以解决酒店养老的问题，真的是太美好了。我首先是尝试了几个月，后来才稳定下来，我觉得非常划算。我偶尔会跟那些老人一起看电视，一起下象棋聊天解闷，或者步行，或者坐公交车去附近的公园逛逛。我有老年卡，根本坐公交车不需要付钱，别人都会给我让座，我基本上想去哪就去哪。我最看重的就是行动上的自由和思想上的自由，养老院太压抑，如同坐牢，我根本不喜欢。我如果不回酒店，酒店会很贴心，给我打电话问候我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就没有回酒店，他们真的很好，不过我一直是在酒店居住的，只是偶尔夜不归宿，比如回儿子家的时候就是夜不归宿，去看望女儿一趟也是夜不归宿，子女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看我，起初是1个月一次，主要是担心我，后来改成3个月一次，如果儿女跟我一起住，首次免费，后来酒店就给他们5折减免。如今我在这酒店住了2年半了，我对这家酒店很满意，对酒店提供养老的新型养老法更加满意。它的优点太多，缺点是凤毛麟角。以上就是赵大爷的分享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、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